华南虎是中国特有的物种，我们为何狠心送它们去遥远的非洲？那些送去非洲野化的华南虎，如今怎么样了？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华南虎也被称作中国虎，它是我国独有的，也是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在世界上一直备受关注。华南虎曾经几乎遍布中国各个林地，数量也最多。但由于人类的捕杀、破坏栖息地等行为，现在在野外已经很难找到野生华南虎的踪迹。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华南虎的自然种群已经灭绝。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华南虎复生行动就此展开。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人们在野外发现了6只野生华南虎，并送至动物保护机构，由专门的饲养员饲养。目前，它们已经繁育了10多代，大约60多只华南虎，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华南虎种群。虽然这些华南虎被给予最好的照顾，但由于都是当初那6只的后代，使它们之间不得不发生近亲繁殖，并且近亲繁殖系数还在不断升高。结果很多华南虎因此患上了遗传疾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短尾现象。另一方面，华南虎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从没有经历过自己捕猎的惊险瞬间，这让它们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兽性。因为没有在原始的自然环境之中生存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它们甚至会对其他的动物以及自己的同伴感到害怕，这进一步的导致了自然交配率低以及幼崽死亡率高的问题。为了挽救华南虎，人们纷纷开始行动起来。2000年10月，拯救中国虎国际联合会在伦敦成立，这是全球第一个旨在保护中国虎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慈善基金组织，也成为了放虎归山的开端。2002年11月，该组织与中国林业局签署了中国虎野外放归计划的合作协议。终于在2003年，雌虎国泰和雄虎希望背上行囊，赶赴遥远的非洲大草原老虎谷留学。由于长期人工饲养，初到南非草原的2只小老虎表现得非常拘束，除了牛肉也不愿吃其他任何食物，它们甚至害怕活体动物，需要花费1个多小时才能勉强抓到一只活鸡，即便是抓到了也不吃，而是等饲养员投喂。然而非洲大草原并没有嫌弃这样的差生，反而给了他们重新学习的机会。这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没有动物饲养员的偏爱与保护，有的只是残酷的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来到这里的几个月之后，国泰和希望学会了如何捕食猎物、藏匿猎物和搭建巢穴，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掩护自己，学会了见机行事，用爆发力弥补速度上的劣势。当然，除了自然的力量，负责诱导的训导师也功不可没。人们最初送这2个孩子出国的目的，只是希望他们能回归本性，更好的生存与繁衍。然而自然界的生离死别总是十分突然，在进行野化训练2年后，希望突然间不吃东西，第2天排便不畅，第3天抢救无效死亡。尸检结果表明，希望的死因主要是由于结肠炎造成内毒素血症，继而导致心力衰竭。于是希望和国泰的繁衍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为了使华南虎繁衍能够顺利进行，中国虎项目南非老虎谷保护区又从国内调来了1只代号为327的雄性老虎。尽管国泰对327的到来表现得很兴奋，但初来乍到的327和当初的国泰一样，也很害怕同类，并且拒绝与国泰接触，因此327和国泰的繁殖计划宣告失败。不久之后，第2批留学生也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其中1只叫虎伍兹的雄虎，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俘获了国泰的芳心。这对年轻夫妇很快诞下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虎鲁。因为国泰还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于是动物饲养员接过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尽管繁衍后代的事情有了着落，新出生的小华南虎却依旧处于人工驯养的状态，这还是与人们的希望相差甚远。但时间慢慢推移，华南虎的野化和繁殖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2代华南虎的出生，1代的留学生们也渐渐学会了承担起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在零干预的情况下完成生产并哺育幼崽。被虎妈妈亲自带大的小华南虎可以更好地适应自然生活。整体看来，野化计划进行的还比较顺利。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截止到2013年8月29日，一共有15只华南虎在南非老虎保护区生活，这一数量占到了世界上存活华南虎的近15%的数量。我们现在似乎可以想象，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我们又能不时看到完成蜕变的华南虎在丛林里穿梭。老虎谷的老虎本应在2008年的时候回归祖国，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它们依旧滞留在非洲。生物学家谢燕认为，中国华南虎野化放归的瓶颈其实并不是野化，而是栖息地不够。如果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自然保护区围栏建设中，那么野化放归其实可以一步到位。虽然回国并不难，但是要实现原定的野化放归的目的，从目前来看还是有难度的。与此同时，中国与非洲在涉及华南虎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非洲为华南虎的野化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但华南虎毕竟是中国的财产。然而，他们已经在非洲大草原上完成了野化，如今能否回归依旧是个未知数。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